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欢迎各位可爱的家长们回归，欢迎汉哲爸爸。怎么称呼拉红？您还记得不？公主殿下。汉哲呢？咱们家的家庭地位排序是，我妈肯定得第一位嘛。身材呢，非常适合上镜。能不能来点星轩的？她有一双笑眯眯但容易水肿的眼睛，很漂亮，像我一样。笑起来呢，像夕阳一样，像老鹰一样，用闪闪发光。你把这种所有的喜剧技巧用在这里，像朵拉一样。画个像。她有一双我妈妈有什么样的眼睛？这么蓝吗呀？她有一双像星星的小眼睛，笑起来像画家的画笔画了这么2道，像钢铁侠一样。身材高大，但是没有腹肌。当他说起妈妈，我洗澡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给我？天哪，还有哇，这个问题好难回答，我都刚才又迷茫。下班了，留给少剑真的是那个。给大家画出来了，猜一猜哪个是我爸28岁时候照片，当时的你可真自信。真的是他。都爆了。真的糟糕啊！不是这个话题，我有点不太喜欢。我姥爷呢，早走嘛。我妈小时候她也没有受过什么母爱，就是说可能她已经给到她能给的最好的了。我也尝试着理解我妈。就压力会比较大，睡不着觉。下来发现我妈还站在下面，就这么一直站着，陪着我，就这么陪着我。为了我们的这个小家，要去筹这个钱，我爸可能性格上面有一些转变。哎，等一下，我要缓一缓啊。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说，他已经很厉害了。从小到大是你和姐姐护着我长大，以后换我来保护你们，做你们的依靠。我希望我妈也能够做更多她想要做的事情，只要她想，我就会陪她做。她的生活，她的快乐是在我之上的，也真的希望她也不要老去，然后能够一直有时间，我们2个快快乐乐出去玩。不要自责，我呢很好，咱们就是把这个父子关系玩起来。希望你天天开心，天天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轨迹，勇敢迈出你人生的每一步吧，做你喜欢做的事，去多看看这个世界。结局咱们不去管了，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们。是的，你可瞧好吧，你会幸福到一个不行的。未来你一切都非常好，然后去见识这个世界的爱的表现。儿子，我爱你，要好好加油，健健康康。做你的妈妈，我非常幸福，不管妈妈在不在。不管你是啥样子，你都是我的儿子。我们都很爱你。这是我的妈妈，我非常爱她。这个就是我爸爸，我非常的爱他，我非常的爱，我非常爱她，我非常想她，我非常想多陪陪她。欢迎各位来到我家那小子2026。那现在我们先请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刘思远。大家好，我是小乐。大家好，我是孟佳。大家好，我是李松蔚。那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家那小子2026已经到了正式的最后一期了。在每一季的尾声呢，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收官企划，就是让孩子和家长能够在3个月的观察之后，有一个彼此更为靠近的距离，或者是吐露心声的机会。所以呢，这一季深受大家喜爱的各位家长还有小子们也会回到节目当中，再次来和各位见面。首先，我们欢迎各位可爱的家长们回归，欢迎。哎呀，汉哲的爹啊！哇！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老师好，老师们好，热烈欢迎我的妈妈珍姐，嗨，欢迎欢迎欢迎 Hello Hello， 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叔叔好，随便坐随便坐啊！汉哲的爸爸，对对对，来。汉哲爸爸应该是初次来到观察室。是的。
姐，是的，太青春了。你今天穿的好美啊！妈妈好酷啊！今天酷吗？好酷啊！哇，这皮衣，这小金饰这一挂，今天特地那个一下穿搭，对，今天也穿得非常端庄。端庄吗？非常端庄。端庄优雅，谢谢。欢迎各位家长团成员，欢迎大家。那还是从我身旁承恩的妈妈来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于承恩的妈妈，你们好。大家好，我是舅舅的妈妈春梅姐。大家好，我是李岩妈妈于姐。家人们，你们好呀！我是蒋东豪的妈妈。耶！毕业喽！大家好，我是夏之光妈妈。大家好，我是丽姐，姚琛是我的儿子。欢迎。大家好，我是王汉哲的家长，全场唯一家长代表王岳伟。欢迎汉哲爸爸。石头一诺没办法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收官特别企划当中来，因为后面有了一些事情啊，所以也非常的遗憾。但是还是要表达我们对于石头以及一诺的这种祝福，然后也非常期待着后面还是有机会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多多相见。今天咱们都是熟人回来，其实汉哲爸爸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观察室，我们都对汉哲爸爸很熟悉。今天来到观察室，感觉怎么样？现在心情？好的，我将给你最不装、最不啰嗦、最不拖沓、最不掩饰、最直白、最实在的回答。还可以。那正好这个节目你们那2期正在播，您看了吗？看了。感觉怎么样？挺不错。因为那天拉红也跟您就是分享了一些网络词汇，怎么称呼拉红？您还记得不？公主殿下。怎么叫汉哲呢？宝贝儿子。完美售后，完美售后。但是我们也问一下其他妈妈们，这一季在播出之后有没有收获身旁朋友的反馈，以及在街上有没有再次被朋友们认出来？我就是从家到店里上班嘛，那些孩子认识我，然后他们就会说：“大妈妈，我看到你了。”我说：“不准笑话我呀。”然后我说我都不敢说话，他说：“你说的挺好的呀。”就是一直给了非常正向的反馈。是的，是的。上一次节目回去之后坐高铁，一个小女孩正好在我左边说，她说我可以站你前面吗？我以为她说我给你要一张签名照吗？我说可以。终于有人认识我了。当时手已经抬起来了，说：“哎，这在哪儿？”那汉哲爸爸有没有收获身边人的反馈？我这有一天在食堂打饭的时候，有个员工就告诉我，刷到我儿子视频了。讲粉丝比较多，就没有了。这也是引发了身边朋友的关注。接下来就要问一下各位家长们，因为各家小子在小时候都应该写过这样的一个作文，比如说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印象，孩子在小的时候是怎么来描述你们的吗？承恩小时候怎么写你？写了好多，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光之母还记得吗？好像没写过。吕岩妈妈有记得吗？那更不记得了。墩墩妈妈有知道吗？怎么就记不得了呢？汉哲爸爸还记得吗？正是因为大家不记得了，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这一季的小子，他们当重新书写这样的一个命题的时候，又会怎么来书写？提字机神奇救场，热搜预定。好，来，我们来看看。好久不见！哎，墩墩剪发了，那就开始吧。这样了。从头到尾看完，那观众朋友会不会看出我的变化太大了？这发型跟我挺像呀！哎呀，完蛋了，这一模一样嘞！现在突然间瘦好多，头发也剪短了。大家好呀，是我呀。哇，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帅啊，这个发型。墩墩好帅。来了，任务卡。亲爱的小子，恭喜你完成本季小子的旅程。这一季你用无数个真实的瞬间，让我们看到了成长的模样。而观察是看着一切的那个他啊，你猜猜他是怎样的心情？
收官之际，请接受这一份特别的家庭作业。带着你热乎乎的记忆，完成以下命题作文，并在完成后朗读全文。作业。作文。下班了。下班。我的天哪，还有作业！从小就不喜欢做作业。留给邵建芬女士自己填写。就是比谁家的小子嘴甜是吧？他有一双大大的、亮亮的双眼皮的眼睛，很漂亮哦，真的是他的舒适区。身材啊，比较那个美女的身材，标准身材哈。夸他的词就写多一点吧。不是你这儿子夸过之后，别人家不能夸了。这会儿话全让你给写了呀。他有一双笑眯眯但容易水肿的眼睛。可以抖包袱吗？有一双中国人的眼睛。我妈她特别擅长发光，每当发光的时候，我都觉得她正闪闪发光。你把这种拙劣的洗浴技巧用在这里。然后吐槽词是你妈是水母吗？水母好可爱呀、那个。我的妈妈她今年51岁了。她还挺正常的。她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她的名字叫做小丽。她有一双我妈妈有什么样的眼睛？我想想，小眼睛。我想想，丽姐的眼睛。写完这个作文来了灵感，再写首歌。对。她的眼神特别的。这么难吗呀？我想想，丽姐的眼神。她是不是需要用英文来表达？哎，这个信会直接给到我妈是吧？那我还是保持一下我的卷面分，用点高科技。用点高科技。啊，先打个草稿。当他用什么样的眼神看到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应该怎么了。我都好好奇这个画面。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啊，我都还有迷茫。主要是我爸的这个感情诉求表达就很少。然后我想想，我只能回忆一下我的童年时期跟他待着比较久的一样时间。这个太好写了。我把它画出来了。哦。我的妈妈她今年49岁了，昨天刚过的生日。哇。咱们家的家庭地位排序是。我妈，星星，我爸，我妈肯定得第一位嘛。从小她付出了很多，我爸就属于典型的上有老下有小，小时候靠爷爷奶奶，中间靠我妈，长大靠我，所以他就排在最后。这么个上有老下有小啊！我刚才心想说，这不是说挺辛苦的排在最后，原来这么个。好了。我的妈妈她今年52岁了，她有一双大大的亮亮的眼睛，像玻璃珠一样，笑起来很可爱很漂亮，像我一样。当她看我的时候，她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和爱。每当她这样看着我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哎呀，我怎么会这么优秀呢？当她称呼我宝贝儿子的时候，我知道她的心情一定特别紧张，因为她这时候又缺钱花了。都爆了。在我们家呢，我们家的家庭地位的排序，在妈妈心里是我、妈妈和福大。而对于我呢，她最爱唠叨的一句话是：早点休息，不要熬夜，多去运动。但每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告诉她，这是我的人生，我要快乐一点。然后她就不停地唠叨，然后我就说好，敷衍过去了。我的妈妈，她有一双笑眯眯但容易水肿的眼睛，像猫咪一样。身材呢，非常适合上镜。哎呀，平时最爱穿潮流穿搭（括弧比我潮）。当她称呼我“好好”的时候，我就知道她的心情一定特别正常。这个波浪号充满语气的表达。咱们家的家庭地位排序就是，妈妈永远 No.1，
而对于我，他最爱唠叨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工作。每次听到他这么说，我就想告诉他，头。怪这情绪拉的。我的妈妈她今年61岁了，她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像太阳一样，笑起来傻傻的。她的头发像朵拉一样。画个像。我妈她特别擅长打麻将，好真实。每当她一直赢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正闪闪发光。而对于我，她最爱唠叨的一句话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每次听到她这么说，我就想告诉她，能不能来点新鲜的？我的妈妈，她有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睛，像小兔子一样，笑起来令人安心。当她看我的时候，她的眼神满是担忧。每当她这样看着我，我心里都会想，不要担心我。我就想告诉她，晓得了，晓得了。我的妈妈，她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像老鹰一样，笑起来就不像了。她头发很多，身材挺拔，平常最爱干净利索的打扮。当她称呼我儿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心情一定特别踌躇。而对于我，她最爱唠叨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点（括号认真的，不是梗）。我的爸爸今年57岁，他有一双温暖的眼睛，笑起来呢像夕阳一样。身材是属于这种细长型的，给大家画出来了。走起路来的话呢，总是悠然自得的这种感觉，好像德字又写错了。悠然自得是那个得意的得哈。真的糟糕啊！走起路来呢，总是悠然自得。平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小说啊。当他说要按时吃饭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一定呢最近就是偷偷的关注了我的行程。就是我爸这几年打电话打得比较多，基本上呢就是我一出差，他就会打电话，然后就是叮嘱我这个穿衣服和按点吃饭。我觉得呢，他其实就是一个默默的关注我的一个状态，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好像父母都这样。所以我觉得呢，我想对他说的是，没有关系，不要自责。我呢很好，希望以后的生活，爸爸能够多多的表达自己的诉求。真好，汉哲。这就是我的妈妈，我非常想多陪陪她。这就是我的妈妈，我非常像她。这就是我的妈妈，我非常的爱她。这就是我的妈妈，我非常爱她。这是我的妈妈，我非常爱她。这就是我的妈妈，我非常的爱她。我的天哪！来喽，我家那小子最后一张卡，2026年的最后一张卡。谁说明年就不能再来了？亲爱的小子，现在你手中的这张照片来自一位和你同龄的好朋友。他的模样和刚刚你描写的他一样吗？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你一样，有自己的小确幸、小烦恼，也会在夜里问自己很多个为什么。请你花3分钟的时间，好好的看一看，把你想对他说的话跨越时光递给和你同龄的他吧。同龄的好朋友是什么东西啦？不会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吧？老照片我应该都看过。哦，这个还真没有。第一张是妈妈正在工作的时候。哇，妈妈。哦，这个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哦。哎。好圆润啊！哇，身材好飒呀！哇，这个时候的妈妈很自信，辣妹，阳光很漂亮。
呦，哎呦妈！这是16年的时候，应该是。我还有点记忆，因为家里父母都是做土木工程的工程师，好飒，好飒，好飒。所以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在新疆他们会很忙，爸妈会把我带到他们的工地上去。我小时候很小就进工地，然后所以也算是记忆里当中有爸爸妈妈工作的样子。但是像这照片上的这种在工地上面，我还见的比较少。区别呢，就是他的头发现在因为两鬓确实白得很快，有时候隔一阵回去，他要是自己没注意，他可能忘记染了，这边就会很明显的白发啊。剩下的好像和我形容的还没有变过。喂，妈妈。喂。哎，你忙呢吗？不忙。就是给了我一张10年前咱们俩去海南那个照片，你记得不？干妈给我们拍的。我当时那个时候应该就是特别高兴兴奋吧，然后还是你用的压岁钱，我记得。然后这是我都忘了。你干妈，对你用压岁钱带妈妈去的。那次旅程蛮开心的。妈，你那个时候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幸福了吧，有你这样的孩子。然后又这样陪着妈妈，那个时候妈妈真的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很开心，能出去玩一趟。儿子0点就给我发信息了，然后就给我发红包喽。我早晨8点多一去到自然醒才看见的信息。我跟我爸一块儿。哎呦妈呀，这爷俩，谢谢你哦。这有啥的？没啥。行，那你快休息吧啊，妈妈。行。多喝点热水。好。行，工作辛苦了。拜拜，妈妈。拜拜。我看到这张照片很幸福，就瞬间拉回了10年前。这应该是我爸参加工作的时候，哎，这张照片也是，这个是我爸抱着我，猜一猜哪个是我爸？最小的那个是我爸。爸小的时候。前面的是我的2个姑，也就是我爸的姐姐。你其实可以看到我们2个小时候长得像不像？感觉我的脸盘比我爸要稍微大一点。确实时间过得很快啊，我觉得啊，这一路我爸其实性格上面的改变应该不算太多，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变因为他从来不去透露这些事情，所以我可能只能靠猜，或者说通过有限的信息自己去推导。没生我之前，我妈妈是学艺术体操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特别是在我上大学了以后，然后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她有很多东西就慢慢的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有活力或者是自信。就是少女时，你看你那个时候多自信啊！不要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去否认自己一些东西的，你的自信，一些盲目自信也同时给我很多力量。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找回来，就这个参考。跟我描述的他真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其实好像眼睛小了一点啊，现在眼睛更大了。很可爱，笑起来很好看。眼睛跟我还是有点像的啊。在我们向妈妈征集照片的时候，妈妈说她没有自己28岁的个人照片。因为这个真的是，我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因为我觉得，我是觉得他应该更多时间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但是可能，人这一辈子过了就是过了，当时就确实没有，所以一说到这个，我就有点替他感觉到稍微有点遗憾吧，所以作为儿子，我只能更多的去弥补吧。就我们其实，在找阿姨要照片的时候，她给了非常多的选择。
为什么最后是这一张呢？阿姨给的解释是，这张照片是你在上幼儿园的时候陪你的姥爷去西安看病。阿姨说这是你除了断奶以后第一次跟你分开，内心是非常舍不得的。就是我妈小时候经历的，有时候我就在作品里面说，有时候可能她已经给到她能给的最好的了，因为她从小也没有受过什么母爱。然后我姥爷呢对我妈特别好，然后就是早早走嘛，就是差不多这个前后了。不行，我拿指甲。不是这个话题，我有点不太喜欢。我真的很讨厌时间，我讨厌时间带给人的变化，因为当你被时间赋予了一些能力、一些价值，时间却是在夺走另一些人的青春、健康。我有点回避跟时间有关的事情。跟当时看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因为我觉得只要笑容常在，它就一直没有变化。希望丽姐永远保持着像她这张照片这样子的微笑，去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地方去看。那我就开写喽。2漂亮的真是欣赏妈妈哈，袁小姐，接下来的话，你可要听好了。你是个大美女，你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你不是想拍照吗？然后我们可以去那个奥森公园溜溜冰、拍拍照。行啊，给你出图。哎呦，太好了，我得发个圈儿啥的。也算个大美人啊！哎呦，好漂亮！妈呀！拍汉服照去。你摔一下跟年轻人摔的不一样。你得相信你自己是有魅力的。对我还行啊，我挺自信的，我还挺自信的。但其实你如果生理到了更年期，你一定要去优先跟家人说，包括我在内，第一时间让我知道。谢谢儿子。漂亮的袁小姐，你好，我是一个会预言魔法的帅哥哦。接下来的话，你可要听好了。首先，你是一个大美女，你要记住，无论是现在还是20年后，你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大美女。然后呢，跟你说一点小秘密，你现在面对爱情呢，可能觉得是必须，但我想对你说，现在就尽情享受它带给你的乐与痛。每一点一滴都是成长，但是呢，不必担心，你未来的人生你会发现，女孩子有没有爱情都一样的强大和美好。你自己所带给自己的精神、信念与意志，会远超你的想象。最重要的来了，我有预感，你旁边这个可爱的小天使，会给你未来的人生充满幸福与快乐。他可比那些男人要靠谱得多。括弧指我原来的那个，没有太成长的爸爸，但我现在爸爸很靠谱。真好。
最后呢，还给你小小的预言一下，你可能会发生了幸福的事吧，这是福利哦。你的宝贝儿子会抛下自己的朋友陪你去世界各地。在某次回机场的车上，你们还发生了一个小口角，但你那时候会突然意识到，儿子不再与你认真的争执了，会依你的情绪哄着你。你这时候就会意识到你自己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未来啊，你可瞧好吧，你会幸福到一个不行的，爱你的，来自一个神秘的帅哥。真好。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3天2头就会吵架啊。然后这次我带他去国外玩，回机场的路上，他就突然说到说，哎，跟你玩也就最后一次了吧。你玩的这些项目，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哎，我那时候就心情荡到谷底。我说那我也就不陪你了。我说我这么费劲巴拉的，然后那么努力的，最后也没落到一身好。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有点驳他面子了，然后他眼泪就啪啦啪啦往下掉。然后看他一流眼泪，我就觉得哎呀，因为我就是那种嘴硬心软的人，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有哪句话说中了？嘴也不硬，毕竟是小女孩嘛，所以情绪一上来，感觉还是应该哄着她。然后我就小女孩，把你当小女孩。我就说行了，别哭了，然后就拉了她的手。好像我原来不会做这样的举动，但是现在逐渐成熟、逐渐懂事的我，就觉得可能妈妈的情绪比一切都重要。其实过那1、2句嘴瘾真的没用。所以回来的时候，在机场他说，那妈妈下次还要跟你一起出去玩。我就觉得，哎呀，当儿子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所以啊，不是。他的生活，他的快乐是在我之上的，所以，真的希望他也不要老去，然后能够一直有时间，我们2个快快乐乐出去玩。所以就是这个眼泪真的是幸福的、满足的眼泪。所以就觉得。所以他对我说出下次还想跟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的一切都很值得。也是最后一句话吧，就未来你就瞧好吧，你会很幸福，很幸福，幸福到一个不行。你妈妈就是嘴强，恨不得天天连着你出去玩。妈，太厉害了！别人看我运动都可差了，就你说我厉害。真不错！我给你拍点照片。好漂亮。3、2、1，都要拍一张。没事，真柔姐，还好。小作文。来吧，亲爱的陆女士，见字如面。写信要怎么开头啊？见字如面完了呢。我把我的微信号留在这，请加我的微信，咱们微信好吗？这么个写信写的是微信。亲爱的陆女士，见字如面，我是你27年后的儿子。别害怕啊，就是想告诉你，你现在经历的不一定是磨难，你呢要大胆的相信自己的每一个决定。最近如果是夏天的话，想必已经忙到飞起了吧。你在工地的每一个角落工作的时候，务必注意脚下，
这个幼年版的我呢，其实在你在工地工作的时候啊，很想给你打一个电话，但怕你在忙或者不安全，他都忍住了。好看好看，等会儿可以发个这个定位，你头再转过来一点，对，你不用看我。哎，好看。我妈多损，一边嘲笑我，一边和我自拍。谢谢儿子，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有一说一，如果剧情没有被改写的话，让你的儿子可以多多的接触一下音乐相关的事情。夹带私货呢？其他的事情呢，你就让他走一步看一步呗。虽然我这里能够看到一些故事发展方向和结局，但如果你在那个时空，我还是挺支持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结局咱们不去管了，毕竟你那么酷，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在我眼里，这个像是和不同时空的妈妈的一个对话，但是发自内心的来说，除了可能会跟妈妈说一些，想让她继续支持她儿子做音乐，剩下的我都不希望怎么说改变她的这个运行轨迹啊，因为我感觉再选择一次的机会的话，我们可能还是会按原先的轨迹继续去选择，因为。难以下笔。他是不是用 AR 了？那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写信的时候没看，知道。不知道写啥。天哪，它可以用电子版。你尽量克制一点啊，没有那么多张纸，总共就5张。一共就5张纸。这孩子废纸。写这个就是根本不是这几张纸能够写得完的，所以我为什么就有点感觉怪怪的？因为我觉得，要是我能够跟20岁的丽姐能够相遇上的话，我觉得可以讲好久好久的故事，1年或者1个月，我们都可以我可以一直去分享我这20几年我是怎么样跟丽姐成长的，我怎么样被丽姐带大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个纸真的是让我写，我确实是有太多话想对她说。
能不能给我拿个水啊？写到脱水吗，汉哲？想想啊，这10年写过最多的字儿了。好了。20岁的王岳伟，你好，我是你28岁的儿子王汉哲。看见你的照片，能确定的是，一直你都是一个很时尚的爹。感觉那个时候呢，你还是很爱出门游玩的。那希望你能找到你20多岁的状态，我们还可以一起再青春一把。OK， 开心一点来。OK。叔叔，学我这个动作。我爸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拍过那么怪的照片。好，3、2、1，茄子。然后当你有了儿子之后呢，随着工作单位四处的奔波，为了我们的这个小家，你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我也不知道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倾诉过你内心的这些烦恼，所以你也可以写下来让我知道，你那个时候内心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不用担心，你已经把儿子养得非常的优秀了，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压力。现在我们的家庭还是一个相对幸福的模样的。这段时间我们的相处呢，让我也解开了心中我们之间的一些误解我觉得是我们之间的沟通太少了。我一直拿别人父母的性格来带入到你的身上老想让你出门走走，看一看世界，但是没有想到你最喜欢的其实就是静静的一个人待着。所以呢，希望往后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多多的主动的沟通，别嫌麻烦。那有没有哪句话是你犹豫了再三之后，可能还是没往心里面写的？犹豫了再三，其实是有的，就是我说这个没有那么顺利，是因为等一下，我要缓一缓啊。怎么别人都是水分流失，他是在补水呀？因为我妈去世的早，然后呢，她的原因是因为脑子里面长瘤然后手术费用很贵。这个是没办法控制。其实我也想好好跟大家说因为要去筹这个钱，所以基本上就是能借的可能都借了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他动用了自己的这个
人脉关系也好，可能啊，会对后面就是不愿意出门啊这些，可能性格上面有一些转变。别的想去的地方吗？没有。想去的公园吗？没有，没想去。想去的也没有。没有。借了的钱之后，基本上就是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可能都是去还给他借的这些钱了。哦。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就是不太好开口问这个东西啊，因为你去我们那么多年其实都没提过这方面的事情，因为小的时候，因为我记忆很深刻，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提过，可能跟这个方面不是相关的，但是可能就是让他想起来他的这个整个情绪反应就比较的大哦。高铁的拖鞋，太多了吗？有没有？你用这条呗。这个紫金菜。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说，他已经很厉害了，就是当时我们那个条件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就不要有内心任何的过意不去的地方，是。所以我就是说的是希望他多多表达嘛，哦，这样我才能知道他内心真正想的是什么样子的，哦。哎，我还是觉得他没有把自己考虑在第一位。不要自责，我呢很好。咱们就是把这个父子关系玩起来。希望往后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多多的主动的沟通，别嫌麻烦。这个就是我爸爸，哦。汉哲爸爸有什么要对汉哲说的？儿子，你已经成长起来了，作为家长，已经可以放手了。在你累的时候，可以回来小憩一下。没有了，挺好的，回来小憩一下。这个时候的妈妈，那我想一下，你好，我是哪儿小？28岁时候照片，当时的你可真自信。陈敢川啊，此刻应该在观察室。在这写了。28岁的邵女士你好，我是你儿子1万，不要不相信哦，再过2年你就信了。我现在看着你28岁时的照片，当时的你真自信啊，真敢穿呐。而我从小观察的你，是一个大大咧咧、爱笑、爱漂亮的老妈，有着莫名其妙的自信。从小到大，是你和姐姐护着我长大。从今往后，我想学着保护你们，做你们的依靠。呀，想你啦！哇，龙虾，儿子想你啦！怎么让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年呢？是不是？我真有福气，养了你2个。对啊。以前我可以什么都可以跟你打，现在都不行了。
该我来疼了。以后换我来保护你们，为你遮风挡雨，你只管每天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去打麻将，做你喜欢做的事。所以，勇敢迈出你人生的每一步吧。爱你的儿子，1万。我要好好的，身体棒棒的，不会再跟那天负担，有自信，永远把自信拉回来。这关最难不是难在内容上，是难在写上。我就打电话说吧，要真想说的话，你要采访我也可以，对镜头我也可以说。年到现在连轴转，基本上也没有打电话，但是看短信什么的还是会回一下，甚至有时候会用表情包了，好一点。慢慢来吧，人和人的相处就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变成什么样子的。但是其实我想说的其实有，我最希望的事情其实是，我希望我妈能再保持个健康，我希望科技水平发展再快一点，有朝一日20-30年内，我们可能会出现能够把记忆上传的这么一个可能性。我希望我妈能到那天，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到那天。儿子，抱一下。一块肉嘛，行。我过2天就回。好。行。上周发微信。好。回家发一个。好的。好的。去。放心吧哈，好，再见。快去吧，快去。好的。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会把很多的精力拿来修复自己，然后修复这段关系。我是想让它变好的，这才是我最初的一个目的。我觉得要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是打根儿上，我们先开始，是让我妈更了解我。就是想成为朋友，你得先了解这个人吧。我妈不了解我呀。然后以后可以多接触，就让他，比如生活上让我妈来北京待段时间，两人多相处一段时间。比如后面每天录食不言的时候，让我妈给我做个饭，我们一块儿录啊。我出去外面参加节目什么的，我妈喜欢的话可以过来一块玩，一块看看她关心的东西，别让她问我了，自己看到底是什么样。
然后去见识这个世界不同的样子。我尽量吧，也希望我健康，希望医疗越来越发达，我会尽量保重身体，尽量能多陪你几年吧。我对他想说的话，我就表达吧，因为我觉得写文字对我来说太沉重了。我认为沉重的一段话是在一个沉重的时候，可现在并不沉重。非常开心啊，能够通过那小子去讲述我的经历和我的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是千千万个家庭当中的缩影，我很幸运能够去讲述，但有很多的故事，很多人的经历都没有办法，可能就埋没在心里面。所以我希望大家通过节目里面，可能在其中的缩影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轨迹，可能有共鸣，可能有反思。所以我认为，其实每一段关系都是需要去推磨，也是需要去经历的，包括父母和孩子。就像我说的，我妈可能在我小的时候对我很严厉。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情绪？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源自于小时候，对你们给我的教育让我非常痛恨。对，这点的确是妈妈的失误，不是失误，是给你造就后期很大的一段时间困惑。但她有极其有爱我的一方面。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失眠，我记得很清楚，晚上睡不着觉，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就会从住的地方跑到学校的楼底下，陪着我，就这么陪着我。打电话，然后她在底下站着，我在上面望着她。我说妈，我睡不着。她说乖，她说我在这儿就是陪着你，站着你慢慢睡，你有什么是不开心啊？怎么着？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就睡不着。因为那时候学习压力，觉得学舞蹈很苦嘛，就压力会比较大，睡不着觉。可能一直手上眯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下来，发现我妈还站在下面，就这么一直站着。这是为了给我安全感，能够让我睡好。希望明天可以更有能力、更有活力去练好舞蹈。所以说，有些朋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就面临到说跟家庭的一些冲突的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想象到，有的时候并不是你所那个想的，但是他能够站在下面等了你那么久，那就是爱的表现。我失眠了，以为睡着。谢谢小老婆。好，妈给你买了奶。买了奶再来，好了。在这里说对不起，我们不管怎么做，总有的结局都是为了你们好。就是因为这句为了你们的好，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剩下的妈妈想怎么说呢？就是开心过好自己每一天。我想以后不要那么啰嗦，我改我自己哦。谢谢你。希望丽姐还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先是丽姐你自己，再是我妈妈，她多多去跟自己的朋友，在自己的世界里去多看看这个世界，去感受一下世界。希望爸爸跟我之间多多沟通一下啊，他在这么多年他的这个成长路径当中，他有没有什么心境的变化？对，我是觉得他值得更好的，所以我才现在想给他更好的。就想告诉他，其实跟原来没什么差距，现在更漂亮了一些，所以不用焦虑，多多拍照，看你原来这么爱美。那我想对我妈说的是，不管以前我们经历了什么事情，不管那个时代是如何，但都已经过去了。如今的我们都成长为更好的自己，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幸福，也非常的美满。所以我不希望有这种沉重的方式去跟你说一些话，那还是希望你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妈妈，生日快乐，爱你哦。
这是我的妈妈，我非常爱她。这个就是我爸爸，我非常的爱他，我非常的爱，我非常爱他，我非常想他，我非常想多陪陪他。哦，这是一个最后特别的一个企划。刚刚看他们在写给你的那些话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地方特别戳中你？妈妈，你是个大美人儿，你很漂亮，你值得更好的。那是。李岩妈妈，他说再过20年，大概和我一起，我感觉20年太久远了。有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很难，我感觉。但是我希望能等到那时候吧，会的，一起，会的。我感觉现在孩子上了这期节目，不管是荧屏前、荧屏后，我都感觉成熟了好多。对我们每个人的爱，当面不好说，通过节目之后啊，他会很坦然地告诉家人，其实我是很爱你们的。就我们这个节目有点像一面镜子，隔着镜子呢，大家都在照自己。我们把镜子抽离开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在镜子两面，其实你们都在互相对望嘛。不知道各位有哪些想对孩子说的话，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同样的填空题，由各位家长们写下你家的小子分别是什么，今年多少岁，有着怎样的眼睛、发型、身材、走路、爱好，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想对他说的话，来想一下。我的小子今年26岁，大眼睛，笑起来像太阳，像钢铁侠一样。现在是卷发，1.81米，有腹肌，有腹肌，走起路来跟他爸一样，有点外八。当他用斜的眼光看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哦，闭嘴。当他说起什么？妈妈，我洗澡的时候是不是忘记拿内裤了？给我送条内裤。哦，我知道了。是个很细心、很努力、很坚强的人。汉哲爸爸，我的那小子今年28岁。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笑起来像向日葵一样。身材偏高，走起路来总是正常吧。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拿到一个摄像机。我觉得和自己最像的地方，我是抱的手机；最不像的地方，我就是我的嘴巴总是闭起来。他嘴巴张着。当他用眼神，当他用渴望的眼神看到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我要答应他的事情。有请求。当他说起请你进我房间敲门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成长起来了。哇，这就是我家那小子，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来，我的小子今年28岁，他有一双漂亮的长长的眼睛，笑起来总像个孩子，像我一样漂亮，身材高大，但是没有腹肌。我就知道没有吧，腹肌。我觉得自己和他最像的地方就是真诚、心软。
他耐心比我强。当他用有点想跟我达成共识的眼神儿，我就知道他要带我去旅游了。我的小子28岁，他有一双像星星的小眼睛，身材的话棒棒的。最喜欢他的是那个顺毛，挺乖的，走起路来有点拽。其实最大的爱好就是户外探险。当他说起需要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想吃我包的饺子了。这就是我家那小子，是一个非常勇敢、善良、非常感恩的。我的小子今年36岁，他有一双小小的眼睛，笑起来像画家的画笔画了这么2道。平时他在生活喜欢吃喜欢做，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努力、非常较真儿的人。我的小子今年31岁了，笑起来眯眯的，他的发型总是多变的，有时候像个锅盖头，有的时候很飒，有的时候还拽拽的，是一个内心非常温暖、坚韧也很执着的人。成人妈妈，我的小子今年28岁了，他有一双眼睛又大又不大的眼睛，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我想对他说，要他天天开心一点，不要想太多，我们都很爱你，很想你。我想对他说，我说儿子，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然后永远做快乐的小男孩、小天使。我想对他说，不管你是啥样子，你都是我的儿子。儿子，我爱你，要好好加油，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做你的妈妈，我非常幸福，也感谢你成为了我的儿子。加油，少年！时代是你们的，过好自己，走好以后的每一条路，每一步稳稳的扎根走。不管妈妈在不在，我都很放心。我们也想问一下观察团的各位成员，在看完这一季之后，有着怎样的感受，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有2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而且是一个对照组。就是王汉哲说的是，他希望父亲把您自己放在第1位，而唐九洲说的是，在他心里把母亲是放在第1位的。可能我们传统的中国式家长的叙事会说，母爱父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私的奉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长了的孩子也愿意为父母奉献出一切。所以当时我在看这个 VCR 的时候，我脑子里自动播放了一个 BGM，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用我的一切换你岁月长流。我觉得其实汉哲跟父亲都不是很擅长表达感情的人，但是我觉得爱其实是很藏不住的。像汉哲在刚才说到一个希望父亲不要自责，还有希望父亲别嫌麻烦。我觉得他们俩的爱虽然不怎么在口头上表达，但是对他们心里有对方，特别希望以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说甚至是自己的退让，是希望对方过得更好。我觉得这种爱，其实我觉得很典型的，我们这个环境里面能见到那种非常非常真挚、非常珍贵的爱。其实今年是我也表达过，我是很想要当妈妈。而且我们也很能明显，在我家那小子这一季看得出来，就是这种一个母亲传承下来的东西在孩子身上留下的印记。尽管有特别多的荆棘，但是我很想去体验我跟世界上另一个人类最极致的亲密关系。所以陆姐，你现在是更坚定的，就是要赶紧的生小孩了吗？信念是很坚定，行动是很缓慢。姚晨说想做什么就赶紧去做。
那就再见了各位，再见了各位。对，上一季看完闺女，他想生个闺女；这季看完小的闺女，他想生个小的，对吧？龙凤胎。我是第一次完整的就是看小子，然后其实每次录制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共情。我觉得其实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矛盾，因为生活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美好。很多时候我其实是能够理解今天很多年轻人说我不太愿意当父母，就是因为作为一个父母要承担很多责任，然后而且要为另外一个生命牵肠挂肚。我也做一点点自我暴露，我应该是有工作上一些压力，然后我就没 hold 住，所以我就对我孩子发火。我发完火之后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因为是我在借助这个孩子去处理我自己的情绪。就那一刻，我知道我不是在真的为了他，我其实是在为我自己。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第二天，我就跟我的一个同事跟他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以为你要这个孩子不是为了你自己吗？难道你是为了他你才要他的吗？”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的笑容、孩子们的回馈、孩子们的情感是一个附加的东西，就是说，哇，很惊喜，他成为了一个这么闪闪发光的人，然后他给到了我很多。我觉得就不管这一路经历了什么，最后的感受是圆满的，所以这是值得的。这一季节目的播出，我们有很多的关注啊，还有很多讨论都在微博上不断的去发酵，所以我们在微博发起了打开我家那小子的生活指南信箱投稿活动，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投稿，也有一些问题是要问一下我们观察团的各位成员的，我们看看哪些他们想说的话。微博网友是这么说的：自己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目前处在实习的状态，想问问在工作当中一直达不到理想状态该怎么办？即使我们无论是谁刚工作，都达不到理想状态，大家都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我觉得最好的提高自信的方式就是你去回看你的前一段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哇，我进步了那么多，你就知道你自己是在成长了，这是给自己打一个气的很好的方式。看了一季的小子，但是最后很多情感落点都是会放在家庭、放在和父母关系身上，这是我们永远避不开的话题，这也是小子们自己也在探索的课题。所以我家那小子又走过了这一季。你看，在3个月的时间之内，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一季的小子带给我们如此丰富、精彩、鲜活的生活，并且他们也愿意打开自己家庭的相册，带着我们去看这些故事。而这一季的故事里面，我相信有很多个瞬间也会让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在最后这个企划，我们再带着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季精彩的内容。但帅哥第一次做采访有点激动耶。其实你说缺点嘛，你真的是，孩子真的。我小时候其实也挺皮实的一个人，会那个搞破坏，比如说就是想回来那种。其实好好讲一下。我这个是因为太思念家，离不开爸妈，从小就让人省心了。下雨了，接那个老师，想在幼儿园洗碗，感觉我从小小心眼子可多了。原来我还觉得他是小孩，现在把我当做一个很好的朋友，有的时候把我当他的救兵了啊。哎呀，大肉人，我今天要折磨死他。有点残忍啊！我第一次穿。有点舍不得他们分开。我想给他一鞭炮。你在拿什么？辣的，你又吃不了。哦，小子是不吃辣吗？因为我吃辣的话，我爸会生气，我爸拍桌说你怎么可以吃辣椒？他每次吃辣椒我就巨生气，说你怎么可以吃辣椒？我喜欢那种单纯的，就是感觉他很单纯。哎，他听得见。最喜欢单纯的啦。不能说呀，我要死了。反正。又没跟过来了。好，他没听见就行。你不是上次跟我说，你说你对他没兴趣了吗？啊，是啊，是没兴趣了呀。看到了又那个什么了？哎，没有，别搞了，救命！木子是艺人，我是 I 人，我艺人，真看不出来。他是艺人装 I 人，你是血口喷人。我完全一个神经病，摔桌砸板凳，就这样的。哇，这么神经病！你要不去录观察室吧？观察室，我觉得我会被他们其他嘉宾别吵了。再说，让你站起来看，搬出去。苹果肌没有下来过。果然，人到了森林里面就会返祖。今天走多少公里了？走了2.8公里。赶紧，快！还有3个多小时，快！受不了了。
以后你就叫户外那小子。我就户外那小子，真的是。如果有人愿意一起出去的话，就一起出去旅游吧。我不会做攻略，懒得做。我不喜欢动脑，我喜欢动物。武力，动物。胖熊，抱我出去玩一下。你看一下，你跑到那边，他会跟你吧？胖熊，胖，熊。胖熊，过来。胖熊，这里。他跟你啊。小猫咪啊，小咪咪，好可爱，我好喜欢。不要笑挑战。张征，你不要这么穿衣服了，好傻呀！言行举止都得注意呗，哥。所以你还演喜剧吗？演啊！偶像剧的1号和喜剧的3号，你选哪个？首先后面那个就没听清，因为脑子在想偶像剧的1号的事儿。你剪头发了？对，剪得太短了。低头玩了一下手机，等我再一抬头的时候，他把推子拿出来了，已经是这个发型了，他还要推。我说哎，干什么？初夏热血开跑第12期高燃上线。5月24日周日中午12点 EP12 下上线，5月31日周日中午12点收官回顾上线，6月7日至6月28日每周日中午12点生活全放送上线，好好去生活吧，我家那小子呀！加入有超多福利的超品俱乐部，直通节目现场，抢看热门剧综，超多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芒果离你更近一步。升级会员，解锁更多专属活动与福利 ，V9更有专属权益。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我家那小子”，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带话题“我家那小子”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分享成长感悟。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途家民宿、婚礼季、百度网盘、闪送、讯飞输入法、映客直播、网易小蜜蜂。